阿玛尼的定制西装 ，DNG 的裤子和鞋子，劳力士限量款，还有钻石耳钉啊，这赔给你应该够了吧？去蓝雅大楼，看什么看？没看过人裸奔啊？我是看你从什么地方把钱掏出来。冲我屁股！走。这不是咱消失已久的卓大爷吗？今儿个怎么改裸奔了啊？我看了，还笑，还帮我叫李笑笑下来。好，那个上面赶快让卓大爷小姐下来啊！那个他在门口等半天了，光着屁股呢。车钱还没付啊？这是干什么？这里搬了，决裂了，一无所有的来找你，你愿意接受我吗？信任不是谁都配得上的。可我就相信你一辈子。我也爱你，梁卓秀，我让你幸福一辈子，说到做到。说的太无赖，落幕的那么悲哀。My love, say goodbye， 像落败的小孩。管他什么上帝之手，这才是我向往的生活。哎，不过话说回来，你姐的地盘还蛮有她的马式风格的哈。你就做我的宠物吧，我还从来没有养过这么帅、这么聪明的宠物呢。但宠物不能只吃番茄啊，申请吃麦叔叔家的鸡翅。呀，我约了客户2点钟见面的。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你乖，我回来给你带鸡翅。现在2个嘴巴小要去抢钱了。我不要吃鸡翅，我让你早点回来。哎呀，怎么办呀？我都不想去上班了。那就留下来陪我呗。不行，我得先去给你买件衣服，不然你这样出去，我怕被别人拐跑。那我还要靴子。宠物是没有人权的。没有人权，也有物权呢。谁说宠物不能穿靴子呢？削你个头啊！
了，要求还这么多，吃软饭不丢人啊？姐，给我闭嘴，上班去，走。少夏，小秋，走。鞋，小秋。哎，我回去，再不回去我关门放狗了啊！你说，我说假如啊，你要是突然拥有200万，打算怎么花？怎么花是啊。 ？200万，200万能干嘛呀？买几套名牌就没有了，像什么名车啊、豪宅啊，根本想都别想。现实就是这么残酷。太贪心，小心遭雷劈。哎，哎妈，哎，我正找你呢，等一下到我办公室来一下啊。那个女人是个神仙，什么都能被她猜得出来，不能跟她说。给大家放假1分钟，带薪的。客户呢让我做一个市场调查，假如你们凭空拥有200万，你们打算怎么花？继续为中国低迷的股票市场做贡献。制定一个豪华的旅游路线，自花高光。要是全捐了，能成明星吗？我还是比较喜欢长线收益。200万是吗？当然留着做备用金了。如果有一天惹了祸，我还可以先铺路。那还不如不顾窟窿，直接跑路呢。那我就代替窟窿啊，消灭了你。 亲爱的笑笑，假如你凭空拥有200万，你打算怎么花？哎，你养的什么宠物啊，那么废？钥匙。开奖！昨天找这3大要件花了2分16秒，今天花了3分25秒。不行不行，这家里有点乱，我得请清洁工了。表姐，家里没有一枝花只是有原配的。你给我老老实实在家待着，趁这个机会呢，开动脑筋，好好想一想，我们这水蓝色大星球里哪个地方最适合你待？我百度一下。啊！不许碰到我的东西！我警告你，在家里哪儿都不许碰，不许弄乱我的房间，知道吗？否则回来我要你好看。就跟你说好笑嘛，当时我就在想，那到底是什么东西呢？长得像一块砚台，黑乎乎的，拿它来砸东西呢，跟个石头一样硬。结果它原来是一锅放了1年的奶油汤。啊，奶油汤啊！奶油汤能变得那么黑？真的，我没骗你。
人家说女子无才便是德，我看你表姐肯定就是太缺德了。你才缺德，你们全家都缺德。好了，美女，别生气啊。其实我刚才是夸你有才。哎，看着滚水啊！谁让你出错主张，把我家弄成这样的？我有拜托你吗？我原本不就个钟点工吗？这是我的专业，我要干一行爱一行。专业，讽刺和挖苦雇主是你的专业，对外泄露雇主的隐私还是你的专业。更何况我没有雇你，你在强行提供不必要的服务。是偷偷服务，怎么能说是强行服务呢？包括讲，虽然禁止不能，但都是犯罪。哎，在哪儿找到这个杯子啊？哦，在一个鞋盒里。你放心，我已经刷过很多次了，而且我要用巴氏消毒水去消毒过了。宝贝儿，又跑到鞋盒子里去了。你知不知道，我找你找的好心急。你呢，就是爱本末倒置。问题的关键，我根本就没有雇你，顶多算是收留。收留你懂吗？嗯。所以，请你不要再做这些奇奇怪怪的事情，不拿自己当外人，这样会让我很困惑。再来一把。怎么样？今天见识到我卓大爷的手艺了吧？太好了，以后这活都交给你干了啊！没问题，把你养得肥肥胖胖的。那你小心你抱不动啊！呀，吕笑笑，吕笑笑，我快撑死了！好，等会儿我给你找健胃消食片。他是猪吗？他吃了4碗饭呢。那主要是你的饭菜太香了，才让他露出他真正的实力。吕笑笑，什么叫胳膊肘往外拐？啊！我现在就去给你拿药。刷干净点儿，清洁工。行，这是我的强项了。哈，你完蛋了。切，马上就赢得起。你，看在你今天表现还不错，先收留你一个晚上，明天给我滚蛋。吕笑笑，跟我走。哎姐，我再玩一会儿，就一会儿，怎么了？就赢了，我输了1个晚上了，姐。灯光弄好了吧？服装。你好。过来了。嗯。怎么了，亲爱的？唉，我遇上了大麻烦了。当然也不算是麻烦，应该说是件好事儿。可是又有点别的事儿，让这件好事变得有点麻烦。当然了，要是没有这平白无故的好事，就没有这平白无故的麻烦事儿。哎，总之很烦了。什么呀，稀里糊涂的。哎，不，这次不错呀，你们做的挺炫的。是呀，听说客户请了一位神秘嘉宾作为亚洲模特，还不知道是谁呢。笑笑，我莫名其妙的继承了一笔遗产。真有这种好事儿？多少钱？2
2000万？呸，200万而已了。200万也不错呀。怪不得你见人就问，突然多了200万能干什么呢？200万呀，我能给卓源买多少鸡翅啊？哎，马上钱就要到手了。我给你准备麻袋。可是我的遗书账本不见了。小姐，我受一位先生的托付，将这封信送给你。什么意思啊？他说这是你丢的东西。钱。哎，最后一个模特在哪里？马上到你们上场了。他干嘛？他神经病！他跑这干嘛？他有病吗？跑这干嘛？下来！下来！下来！下来呀！快，你下来呀！下来！干嘛了？你下来啊！快下来！今天起，我要释放潜力，突破自己，我会让我的完美人生无懈可击。就算前路充满了荆棘，就算难免会遇上风雨，从不会放弃前进的勇气。今天起，我要释放潜力，突破自己，我会让我的精彩人生无与伦比。面对每段经历去珍惜，要让每分每秒有意义。经得起磨砺，才会有奇迹。干什么？这个是什么人？怎么可以让这个人莫名其妙睡在我时装秀上面去的？你们看，他像是 model 吗？他穿的是时装是 fashion 吗？垃圾！我承认，我突然走到秀场上是我不对，但我不是故意的。现在事情已经发生了，我们想解决问题的方法好不好？你有必要对我进行人身攻击吗？姑娘，我的身材怎么了？怎么就不能当 model 了？我觉得刚才我在台上挺好的，挺舒服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这件事情是我们主办方的责任。发布会已经开始，我们不能再吵下去了。那些媒体和记者嘴和鼻可都能杀人的。不管怎么样，还是先把场圆了再说吧。都被你们搞砸了。放心，我捅的娄子我自己圆。你现在保持微笑，跟我走。
最后出现的李莎莎小姐特别的走秀，却让我感觉眼前一亮。请问这里面有什么特别的设计吗？啊，还是我来替设计师回答这个问题吧。答案当然是肯定的。高跟鞋加西服，刻意的步伐加模式化的微笑，这种生活状态每天都束缚着我们大家。难道不曾有那么一刻，你们想要挣脱掉这种枷锁，去寻找真实的生活、真实的自我吗？设计师在走秀的最后安排我一个非专业的人士上场，就是想要体现他所倡导的回归本质的精神。他希望大家勇敢地选择随性而不随意的生活态度，体会单纯而富有激情的人生。真行啊！竟然成了神秘嘉宾，你是怎么跑到 T 台的？行了，别提了，还说呢。哎，对了，那个人给你信封里装的是什么？遗嘱，就只有丢的那份遗嘱。按理说，知道有这个遗嘱人，用一个手指就能数得过来，更别说知道把遗嘱丢了。难道又是？他先骚扰了马嘉丽，然后是尤小茹，现在又是你，他到底想要干什么？卓妍，卓妍，你滚了吗？卓妍，素文表姐佳丽乃琅琊第一才女，从小语文、数学全班第一。小可犯贱之心不灭，越是高手越想挑战，故摆开擂台，下题乃在下高中时所解。表姐若能给出答案，小可则甘愿认输，从此任表姐驱策。想来以表姐之高才之德行，百度谷歌必不屑用之。不多废话，题干如下。如果不接受挑战，就视为自动认输，后果自负。姐，你干嘛呢？你要是重新参加高考，一定是全国状元。走开你，别烦我。你又怎么惹他了？我给他出了道题，在这道题解开之前呢，至少我是安全的。我姐可是十项全能，还有她摆不平的题。你疯了！要是被他发现了，你死定了。反正无论如何我也是死定了。现在我能做些什么，我就尽量去做，来延长我这渺小的生命。可以吗？可以，可以，可以吗？可以。好可怜啊，宝贝。
不行。其实吧，那我先去睡觉了。什么原因？我不吃夜宵。是你个头啊！这道题我整整做了1个晚上，我想了很多，我丧失了我引以为傲的自尊和最起码的道德，我差点对我的人生失去希望，这简直是我人生中最痛苦、最悲哀的夜晚。这一切的一切，都是拜你所赐。啊，有那么严重吗？那么严重？你说有没有那么严重？有什么事，等我睡醒再说，行吗？我，马嘉丽，做不出来一道高中生做的破几何题。早上5点的时候，我实在忍不住，我就上网查了一下。省长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，我错了。我让你使诈，我让你改数，我叫你使诈，我叫你改数，你这种烂人就是天拉你去喂狗去滚！我要现在滚，拿人就给我滚！行，你干嘛呀？你就饶了主任吧！骗我，太没逼的。我告诉你啊，待会儿买东西回来，再让我看着那只老鼠，我就把你们一起就拿下酒吃。别气了，哎，姐，气死我了！姐，谁让我变装了？谁让我变装了？哦，原来是你！没想到你还那么挑食啊！干得好！你知道上帝之手的惩罚了吗？你是谁？怎么了？没事啊。知道吗？我要转运了。我接到了一个面试的电话，等我找到工作，我就可以搬离这里，那你表姐就解脱了。那我要想你怎么办？你说什么？我想你怎么办？听不到。我想你怎么办？我知道你来找我的目的，咱们有话直说吧。弗兰克让你加入一个俱乐部，你如果能想办法加入进去，上帝之手就可以让卓源从此自由地和你在一起。说话算数。你可以赌一下啊。我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，不是吗？
那你也可以不管卓源。废话，忍着吧。去哪儿啊？你说巧不巧，就在 Beauty 杂志社附近。最好你面试不过，省得以后我去杂志社办事的时候啊，还要担心撞到你这个衰神。我不过你也不好过，我就赖在你家不走。喂。啊，对，我是来应征的，我就在你们这附近了，马上就到，等我一下，谢谢啊。哎，香香，你在哪？啊，我跟冉冉逛街呢。你说你跟冉冉在逛街？啊，没事，啊，再见。你们又想干什么？我警告你，离吕笑笑远一点。你别以为我们能伤害到吕笑笑，事实上她的能耐比你想的大。什么意思？连上帝之手都被她欺骗了，她的背后还有人。又开始编故事了。刚才他又对你撒谎了，对吧？我告诉你一个地址，你现在过去，他一定和弗朗克在一起。说清楚，你是不是设计吕教授去见 Frank？ 吕笑笑可是6年前就进入琅琊公司的，骗你的是他。你记得你上次找的那份员工名单吗？怎么了？你有没有问过琅琊的人，6年前吕笑笑真的有参加过夏令营，真的有去过琅琊公关吗？当然了，都这么说的，大活人一个，大家都知道的。那又怎样？没什么。没什么才怪呢，我都懒得问你。肯定是你那些儿女情长那点破事儿。哎，我说，你什么时候帮我把马嘉丽搞定？我都自身难保了，还帮你？切！问你件事哈。6年前你去琅琊公关是去干什么？你说什么呢？我听不懂。那你第一次去琅琊的时候是什么时候？不就是几个月前吗？还是你卓大爷推着垃圾车面试的我。
园餐厅里煨沙拉的最高纪录是8层。谁定的？江湖传言，6年前有个叫雷震子的某人创下这个纪录，从此成为一面不倒的旗帜。我宣告，雷震子8层的霸主地位终结于今天。我威震天要一统天下。别吹了你！我进琅琊3年来，每天中午都有人想要打破这个纪录，不过到目前为止，堆个平手的都没有。 8层算什么？本姑娘在必胜客12层都堆过，真的。奇缘餐厅的经理早就放出话来，破纪录者送1个月免费双人午餐券。没问题，你现在就去问他要免费餐券。好。 又是你啊！什么又是我呀？真是解铃还须系铃人啊！6年前8层记录不就是你破下的吗？不是雷震子吗？再说6年前我还没进琅琊呢。雷震子就是你啊！当时你刚刚高中毕业，过来参加夏令营，就在这个位置，堆起了高高的沙拉圈。哦，当时你把我们都镇住了。 你走了之后，我们就喊你雷震子了。 6年前你们都见过我？你可能不记得了吧？啊，这里还有记录呢。然然，6年前你见过我？不知道啊，我和小柔06年才一起进公司的。 你见过我吗？啊，见过你的，以前的执行创意总监，现在的流程部助理，嘿嘿，左大爷的厉害。我是说6年前，琅琊雇佣的保安没有超过半年的。你们不是有那个会客记录吗？你能帮我查查吗？好吧，你等一下。 2004年8月17日，吕笑笑。对了，你来过这里，有你的记录。你知道这是哪来的吗？哦，他的资格可比我老多了，准是上任保安、上任保安留下的。哎，对了，你查你6年前的来访记录做什么呀？ 我找我的娃娃。嘿，这是你的娃娃。你看。2004年8月17号。哎，那天可来了不止你一个人啊！你怎么能证明他就是你的，而不是其他人的呢？要不你叫叫他，你看他答应吗？你看着。 你试试。算了算了。啊，你厉害，你厉害，你是周伯通，你会左右互搏。再玩一次，再玩一次。不玩了，
我跟你说，我真的没有参加过什么诡异的夏令营，我敢拿我开心网里所有的东西做保证。在拿着面试通知书去琅琊之前，我连琅琊大门朝哪边都不知道，现在就被莫名其妙的爆出6年前我有过一次琅琊一日游，连日程安排都说的有鼻子有眼的，什么堆水果沙拉，留下蜡娃娃，你说怎么回事？你问我，我还想问你呢。那想来想去呢，只有2个可能性，一个就是你脑里有一个橡皮擦，把你的过去擦得一干二净。说得好，谍影重重，记忆碎片，那都是根据我的经历改编的。我得去好莱坞要版税。然后，那么第二，就是这世界上还有第2个吕笑笑，一个你的克隆人。卓大爷，要不然你怎么解释这个照片？真的，我研究过了，根本一点 PS 的痕迹都没有。我就知道你会怀疑我。我现在就好像平白无故卷入一起案件，我吕笑笑被人指控犯了案，有人证、物证，还有当时的照片，而我却拿不出任何证据来证明我是无辜的。听起来很像福尔摩斯探案的精彩开头。我已经很难受了，你还在那不冷不热的编故事，谍战、悬疑、恐惧，哪个收视率好，你往我身上安什么？是不是？卓源，我告诉你，这个世界上谁都可以怀疑我，就你不行。来，我不是怀疑你，只是这个事情太邪，我得好好的去想一想。你看着我，我听说，再完美的谎言也逃不出爱人的眼睛。我现在对着你的眼睛发誓，6年前我没有去过琅琊，你信不信？不相信。Believe 这英文字里面有一个 lie，L-I-E， 光说相信有什么用？一定要用行动。我会一直陪在你身边，直到找到真相为止。那等查出真相以后，我再教你画圆圆。OK， 好，就这么说定了。好，那既然这个故事听起来那么的悬疑，那我们就照着一个侦探的路子走下去。第一步，就要先找出你的不在场证明。那你好好想想，2004年8月17号那一天，你到底在做什么？你提醒我了，我都差点忘了。上大学的时候，我有写日记的习惯。2004年8月16日，今天与大姑父一起去看姐姐。姐姐来机场接我们，她永远是那么漂亮、聪明、风趣。在她面前，我就像是一只变不成白天鹅的丑小鸭。你肯定这是你写的？臭屁大王吕笑笑有那么谦虚过？谁像你呀，脸皮永远厚得跟城墙一样。他们的尸体4分5裂，你双眼睛直勾勾地盯着我。后面没了。大半夜的，看到这个还真有一点冷空调的感觉。
你是在写恐怖小说啊？我记得8月25号我上大学，17号到25号之间干什么了呢？我没有记录，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难道我真的要去查一查2004年8月17号有没有发生过碎尸案？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我跟姐姐一起去看了这部电影《甲贺忍法帖》。那有没有可能你在日记里面写的就是这个电影的剧情？我回来了，排排坐，分分果，真把我这当幼儿园了？你们两个怎么都不说话？是不是刚才在讲我坏话啊？姐，你记不记得2004年8月17号，我们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，对不？好像是有这么回事儿。问这干什么呀？随便问问。我刚收拾东西，看到这2张电影票。那看完电影咱干嘛了？看完电影，我想起来了，那天是我跟 David 约会，就是那老赵。然后呢，我怕我爸我妈知道，就拉你来当幌子。进了电影院之后，我们看电影，我想不起来了。问这么详细干什么呀？我跟卓妍做游戏，回忆生命中的某一天，越详细越好。回忆，回忆能当饭吃吗？能给我妹妹带来幸福吗？马嘉丽，开门！我知道你躲在后面的，你要让我进去，我让你看不够。用这种无赖的态度向我靠近，你休想！有多远滚多远！你让我滚是吧？我滚了啊！滚！我真滚了，别后悔。我真受够了你跟蛤蟆那2只活宝了。错。我是你妹妹最喜欢的至尊宝。哎，听说朱丽叶根本就没有结成婚，但她还是请了婚假。你呀，最好不要朱丽叶面，她来了，真好。朱总，你回来了。各位早上好，请大家尝一下我的喜糖。啊？都是从瑞士空运过来的，大家随便尝。谢谢。哇，你的戒指好漂亮，好闪哦。对，是他送给我的。来，吃糖。小柔，吃一下我的喜糖。谢谢朱总。你婚礼那天我有事没去，但是祝你新婚快乐。谢谢。怎么样？没什么情况。从我们来到现在，一直没有见孙氏兄弟出来。啊，对了，他们家那边怎么样了？新娘已经派可靠的手下在那监视了。婚礼不在那边。哎，让一下。走开！走开你！哇，连看了电视也要欺负，太没人性了吧！从你搬进我们家开始，我就想把你赶走。结果呢？结果，我跟表姐坐在这看电视啊。全都怪我那250的傻表妹，胳膊肘使劲的往外拐。我水一喝吧。你休想！我就这么一个妹妹，从小就傻乎乎的，
我能把他交给你这不靠谱的妖孽男吗？好吧，看来你已经定下了赶走我的终极毒计了吧？没错，那就是七星海棠草30脑神丹醉生忘死酒放置4海而皆准的人民币。你们俩精神头怎么这么足啊？大半夜聊人民币聊得这么激情。走开，让地方。过来，夏夏。什么事儿啊？你让庄园1个月交5000块钱房租，是不是太贵了？贵？这是什么地方啊？这儿可是建宁区，寸土寸金的建宁区。看到这儿落地窗了吗？温暖的阳光洒满了整个客厅，这些阳光都是给你准备的，再加上每个月的柴米油盐水电网，5000块钱已经套餐优惠价了。爱租不租，不租拉倒。可卓然现在已经承包了家里所有的家务活，你要请个阿姨1个月包吃包住，还得给人2000呢。李笑笑，你别以为我没看到，你躲在厨房偷偷帮他干活。还有啊，阿姨多好呀，阿姨绿色环保无公害。这个卓园就是一个定时炸弹，早晚得把你给炸飞。哎呀，表姐，你这终极毒计也未免太小儿科了吧？经济制裁，多么原始落后的一个方法啊！等我把公司的事情搞定了，找工作也只是一杯咖啡就能搞定的事。到时候我不止租下你的房间，我连你整个客厅的长期使用权都租下来。你可别出尔反尔，棒打鸳鸯啊！签还是不签？好，1个星期的时间，1个星期交不上房租的话，我就启动自动走人程序。拿去复印，阿里这后聊。张阿姨，发票填好了吗？经验不够，我们要4A 公司10年以上经验。好，搬椅子的都快点。哎，那边那小伙子，你别叠东西了，来把这音箱给我搬出去。在这儿支2个音箱像什么呀？这2个杵在这儿太难看了。怎么回事？桌布上有皱痕。李小姐，不好意思，我们很快就会弄好，你放心。啊，好，大家都很有经验的，你放心。快一点。我们招的是新人，由于工作时间太长，可塑性太差。后来还挺好的哈。我觉得这个柜子长短大小都挺合适的，色彩也跟你们家产品比较协调。你还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继续做的时候，他可能考虑的不够周全，因为有新的产品上来嘛，他没有共同点的。哦，那我调整一下。喂，这家客户特别挑剔，柜子非要精确到毫米，我都建议他们用螺旋铁为宜了。你那边怎么样啊？那帮做人力资源的太官僚目不识珠，我愤怒的灵魂差一点飞过去把他们头给踢爆了。我刚才跟一个猎头谈过，他在电话里面答应我会给我一个好的职位。别着急，慢慢来，我爱你。我也是。拜拜。哎，为什么少给我报了20块钱呀？你有交20的打车票是双休日的，按照规定，双休日的票一律不报销。可那天我是为了公事，那你看，我那天从花园酒店会场到鲜花店订花，
为了避免员工夹带门货，财务部规定了双休日的发票一律不报销。这钱我是为公事花的，为什么不给我报？一直以来我们都是这样规定的。我就不认这理儿了，凭什么我为公司跑腿还得自己搭钱？我不占公司便宜，可公司也不能占我便宜吧？什么事情？吕笑笑 ，Frank， 这钱我是为公事产生的花销，干嘛不给我报啊？我穷，我缺钱，我还只值20块钱当生活费呢。好了，给他报账。哎 ，Cherry， 你做的对。那些不愿意坚持保守他们的双数发票的员工，在我看来，平时都有公报私账的嫌疑。俗话说，不做亏心事，不怕鬼敲门。如果连自己的权益都不敢争取，只能证明心虚。只有为自己利益争取的员工，才值得去信任，富有诚心。黄瓜2块6，芹菜3块8，豆腐1块2。街头说啊，光兴这家公司有个高级公关经理的职位特别适合我，让我等他电话。你放心，我很快就会好起来的。不错不错，今天我们没有超支，明天早上奖励你吃1屉小笼包子。女孩子要漂亮，应该吃好一点，我吃晚上的剩菜就可以了。不，我要减肥，我怕长出游泳圈，我要做小妖精。小妖精，进来一下。这件衣服呢，买小了，给你吧。还有这件也有点小，都给你吧，便宜你这死丫头。还有这个包，我也没什么配它的，你就偷着乐吧。这个吃饭时候点多了，我现在呀实在吃不下了。你从小送我礼物都这么凶巴巴的，谁让我是你姐呢？有姐真好。去哪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。嗨，林阳。佳丽。啊，这个是我的大学同学林阳，我表妹李笑笑。你好。上车吧。这边菜还合口味吧？挺好的，还不错，挺有特色的。哎，这笑笑不太喜欢说话啊。他可能饿了。饿了，饿了就多吃点。不好意思啊。哎，怎么样啊？怎么样啊？我给你介绍新男朋友啊！我吃饱了。你不能在一棵树上吊死，林阳可比卓源强多了。爱情又不是买菜，我爱的是卓源。吕笑笑，我告诉你，必须听我的，要不然我就家法伺候。下午林阳还安排了一些活动呢。公司下午还有事儿呢。我跟然然说好了，借调你一个下午。不好意思啊，公司的事儿。哎，对了，下午呢，这个《特种部队2》这个电影啊上映了，要不然下午一块看个电影？啊，没问题。来，救我！哎，对了，我听说呢，这家电影院正在举行这个日本古装奇幻电影节，
会回顾这6年以来啊，日本同类型影片当中最领先的影片，而且啊，会因为这个影片的不一样呢，把这长廊呀布置成不一样的模样。喏，你看那边就有日本古装电影，6年前。怎么了？你怎么不走了？我不太喜欢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。再说也没什么心情看电影啊，我换个地方。不是怎么样这次？来了，来介绍一下，这是我男朋友卓源，林阳，这是我的名片。你是光兴天下公司的高级公关经理，刚刚跳槽过去，大家都是公关圈的人，以后多多关照。高兴认识你。哎，雨笑笑，来，你不好意思啊，这没事，误会。这个。光兴天下公司的高级公关经理，已经有人了。很正常啊。那你还叫我等？每一个行业我们都需要推荐很多人来公司面试，这是猎头业的潜规则。我们只有做成每一笔交易，才有钱赚。你之前跟我承诺过，这个高级公关经理的职位是为我量身定做的。那这个令怎么就能套进我的衣服里了？你既然要这么问，那我不妨告诉你实话。你肯定是得罪上面的人了，现在你已经全面被公关业封杀了，你不可能在公关业再找到任何工作了。我劝你还是退出公关行业这个工作吧。那要是我能找到呢？这个行业是最讲究人的关系，现在你的人脉关系已经全部断了。如果是你找到了工作，那么是我看走了眼，那到时我退出这个公关行业好吗？我叫袁岳，毕业于北京大学。Cheers。他们问我，现在大部分的人都是快速阅读，广告如果不能吸引人的眼球怎么办？我说，如果一个人在忙的时候，他当然不会看广告了。但如果一个人他闲了没事做，而刚好有广告，他是肯定一个字都不会漏的。他们叫我举例，我就说，比如在理发厅的时候，或者现在在餐厅等上菜的时候。于是呢，我就立刻写了一个企划书。我看那 HR 的样子很满意，还叫我回来等消息呢。真的，太好了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庆祝一下。服务员，再拿2杯白开水。一会儿啊，维也纳交响乐团在这儿演奏，我们可以边喝水边听。这顿算我请你的啊。好，那听完演奏之后，我请你去吃自助餐。自助餐，太贵了吧？不是还没有录取你吗？哎呀，放心了，跟着我卓大爷，没事的。干杯！看到手机了吗？没有。
1个月的约定马上就要到期了。你放心，我马上就上。糟糕！公司说晚上打电话给我的，怎么会把它丢进洗衣机里呢？你个白痴，你肯定放在口袋里忘拿出来了。我的手机。我怎么也落在衣服口袋里了？晚上何老师要找我研究工作呢。你还说我呢？哎，等一下！公司要求员工最好是单身，这样才可以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工作当中。为了得到这份工作，我只好骗他们说我是单身，所以不要让他们听到是个女孩子接电话。我接。那要是何老师呢？我可不想让何老师以为我跟一个男人同居。我觉得90%是我的工作电话。我的工作比较重要。我的重要。我的房子我做主。给我洗干净点儿。怎么了你？发工资了还不开心啊？本来有3000块钱，结果被他们扣了一大堆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保险和税，现在只剩下1286了。这你就不知道了吧？咱们公司的财务部每天都想着怎么给咱们下圈套，圈来圈去呢，就圈出了公关界的纳税大户。纳税大户可是有奖励的，所以啊，这就是他们为什么拼命扣咱们钱的原因。小姐，你们这儿价格不会很高吧？还好。你们抄袭我的创意，为什么不通知我？你有什么证据说我们采用了你的创意？美发店都张贴广告了，要不要把那广告撕下来扔到你面前了？美发店贴广告，那是我们首席创意的点子，跟你有什么关系？打着招聘的旗号，抄袭应聘者的点子，你们这群垃圾啊！这是做什么？我知道你今天心情不好，想让你开心一些。那些骗子就别理会他们了，先坐吧。我是问你，你哪来那么多钱？我发工资了。你把工资都花光了，千金难买，你高兴吗？这家店的牛排上过电视，很经典的，尝一下。我不吃。我做错什么了？你这么凶？我问你，你把工资都花光了，那你这个月吃什么喝什么呢？
天无绝人之路嘛。为什么你做事情永远都不会考虑到后果呢？我觉得你高兴是最重要的。我不高兴。你的意思是，我做的一切都是白费心思？吃吧。你不吃我吃。周月，你变了。是，我变了。我变现实了，因为我要对你负责任。好，这次为品牌设计的灯箱，跟我当初看到的样品相比，有天壤之别。品牌老总巡店的时候看到了，非常的不满意，电话打到了客户部，客户部又转到我这儿。你们说，我应该怎么向上面交代啊？灯箱的款式，可是你自己过目肯定过的呀。至于材质，我也提醒过你，你说预算就这么多，我们也是什么米做什么饭，只能尽最大努力了。不错，样式是我定的。可是做工太粗糙，连铆钉都没有钉稳。我想问问你们，当初是怎么收货的？我当时在外面，货是你收的吧？你是怎么做事情的？我不在你就出乱子，怎么教你都教不会。然然怎么会这样？这货明明是你让我收的，我记得当时掉下来一颗钉子，我还提醒你，你说不管，把它装回去就完了。我说的是如果没有太大问题你就收下来了，你有没有脑子？可是当时明明什么？你现在还不赶快出去给供应商打电话，让他马上来见我！不行，这事儿必须说清楚。我吕笑笑不会给任何人背黑锅。出去！然然，我一直把你当朋友，你却这么冤枉我，你不觉得太过分了吗？我怎么过分了？你不觉得过分吗？你说，然然怎么会这样？我看你是太冲动了。安若慧也不是来追究责任的，她就是来表明一个态度，做给上面看嘛。正因为冉冉知道，才把你推出去的，这样给对方一个台阶下，这事不就了了吗？你看你，跟个炮筒似的，人家还没点呢，自己蹦起来了。我就受不了别人冤枉我。不是冤枉你，是公司政治。下属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就是给上司当挡箭牌的呀。你不是就挨了点骂吗？有那么受不了吗？我告诉你，骂你才是把你当心腹，成天对你嬉皮笑脸、客客气气的，还指不定葫芦里卖什么药。可我当时也没拿你当挡箭牌呀。你可以拿我们当挡箭牌啊，但是你不用，过期作废。一想到有人要拿我当替罪羊，我就特别受不了。嗨，两位美女。影子，要不要一起喝点什么？不了，朱丽叶突然想吃沙拉，我上来给她买一份。她在下面等着我呢。拜拜。拜拜。服务员，订水。我就眼睁睁看着你把滚烫的咖啡含在嘴里半分钟，爽吗？好烫，都起泡。谢谢你送我回家。明天见。
报告，冉经理，等小问题已经解决。小柔同学已经教育过我，知道你的用心良苦了。在这儿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？今天不行，我等下约了卓源一起看电影，改天一定请。好了，不跟你说了，我要去排队买票了，拜拜。专区，这种方法还挺好的。下回活动的时候可以借鉴一下。夏贺忍法体，好熟的名字。为什么这么眼熟？我在哪见过他？我承认，我骗你了。2004年8月17号那天，咱俩是去的看的电影《甲贺忍法帖》，而且一直在一起。那之后我们都做什么了？还有那个蜡像是怎么回事啊？你真想不起来了？于笑笑，你不是想隐瞒什么吧？隐瞒？我有什么好隐瞒的？你能隐瞒的事儿太多了，我都不敢想。别逗我们了，透露透露吧。卓大爷，你要想好了，听还是不听？你会听到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吕笑笑。姐，你快说吧。好，我给你们讲讲。他小的时候，特别喜欢跟几个小朋友呢，在外面打着手电讲鬼的故事。晚上回家睡觉的时候，半夜经常被吓得哭醒，大概持续了有半年的时间。所有的医生土方法全试了，没用，最后自己好了。可是呢，奇怪的事情就一件接一件。蚂蚁，各种蚂蚁见过吧？我们小时候都有这种按死蚂蚁这个动作。可是吕笑笑不是这样，她是给吃掉，满嘴全嚼的蚂蚁的碎屑。哎，女大18变，吕笑笑同学在变之前没法形容。哎，其实也没那么丑了，反正就是有点自卑。她从来不敢跟我站一起，因为她觉得表姐是最漂亮的，她自己特丑。难怪我连一张你们以前的合照都找不到，但他自卑，我不信。同学，你是不是在讲评书啊？我见了地上有蚂蚁都绕着道走，更别说吃了。啊，当然了，如果是我没看见踩死的，那只能说他命不好。哎，你们两个有一点那个唱双簧的意思啊，赶紧来猛一点，来。我想想，哎，但是我现在说什么
你们都不相信。你是要好好想想，赶紧编出来一个吕小姐的疯故事。我想起来了，有一次我去找他，他们家每一个角落全找遍了，找不到。后来我突然在房顶上看到他，而且举了一把刀，满脸全都是血，把我给吓的，嘴里还嚼着东西，嘴上还淌着血。哎呀，吓死了！不敢想，不敢想。不会吧？都成吸血鬼了？啊，嘴角有血是我编的，其他都是真的。你为什么不让我吃？你知道他在干什么吗？他在解剖一只老鼠，也不知道从哪儿弄的，特恶心。你看，你看，我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没想到你还好这个口哎，那以后我得小心点，如果哪一天我神不知鬼不觉被你解剖，这，你最好离我远点。哎呀，解剖老鼠，我见了老鼠就害怕，还解剖。他说什么我完全想不起来，一点印象都没。那有些事情呢，你真的忘了，怎么想都想不起来，除非有引导。可是又有一些事情呢，是你怎么忘都忘不掉的，就像我卓大爷，你是不可能忘记的。忘了你还不容易。唉，你说我姐姐是不是得了妄想症？净说些不着调的话。我现在怀疑你们两个都有问题。我是不是住在一个精神病院里面啊？我飞了！我飞起来了！有那么可笑吗？我告诉你，这就是我这250的妹妹干的事儿。你还是没想起来啊？她都已经把我这儿当成精神病院了，再这样，我真成精神病了，完了。他是真的什么都想不起来了。哎，那你说说那个解剖老鼠怎么回事吧？他告诉我，就是想看看老鼠那个尾巴是怎么长出来的。他总担心自己的那个屁股后面吧，也长出来一个尾巴。啊，真把自己当成女版的达尔文了。那你说说那个我要飞是怎么回事吧？他就想上天看看天上有什么呀，然后呢，一想到这个就跑到天台去，吓死人了。所以呢，这大大小小事情加起来，就坚定了我的决心，一定要带他去看心理医生。我才不信呢！哎，你觉得我是会疯的人吗？以你的聪明才智、机智过人，一般状况之下是不会了。谁说的？在遇到非常的刺激的时候，那可说不定。比如呢？比如从一个执行创意总监到一个小职员的心理落差。根本不可能，我根本不想当什么执行创意总监。唉，马嘉丽同学，虽然你很努力地想出了很多恐怖故事，但是我完全不能够相信。你说我受过刺激，得过妄想症，看过心理医生，那好，你把心理医生给我找出来，我们当面对质。好。反正等一下见到心理医生，就知道你姐讲的是真的假的。要不然你先到处看一下，看你有没有什么印象。我是完全一点印象都没有，这得问他。你们俩别啰嗦了，快点。
表姐，楼下指示牌都写了，这层根本没有你说的那个心理门诊。可是我记得就是这儿。你看我一点都不记得。哎，护士小姐，麻烦问一下，心理门诊是在这层吗？心理门诊啊，你们没前去过后台问一下吗？我们这儿的心理门诊已经取消3、4年了。啊，我们来得及就直接上来了。那能不能问一下，之前的心理门诊是不是有个姓黄的医生，个子很高很瘦？怎么了？我有个朋友心理状态一直不好，5、6年前就是黄医生帮他看好的，可是最近呢，他又受了一些刺激，找了很多医生都没看好，我们还想再找黄医生看看。黄医生，我还真没听说过。哎，等一下，你说的那个医生是不是说话带点南方口音，而且还戴了副眼镜？对，就是他。那你说的应该是老王。那可是我们原来医院心理科首席专家呢。对，当年我们是托了朋友才排到他的号的。那他现在在哪儿啊？具体的我也不是太了解。不过我记得去年医院元旦晚会的时候他还来过的。他好像是在一家私人心理诊所上班，那个地方不远。我想想啊，这样吧，我把地址写给你，你跟我过来一下。那太好了。喂，啊，那我现在就过来。你们先去，我办点事儿。你来了。你好像知道我要来。不是，这只是我的习惯罢了。来，请坐。那您认识我吗？当然认识，你叫吕笑笑。你怎么会知道呢？我见过的人，我都记得。你这次来找我有什么事儿？这次，那就说我以前就见过你。是的。那我什么时候来的？我为什么要来见你呢？你不记得要看记录，还是？你给我看一下登记记录就行。那天你不是一个人过来，好像是你的一个表姐送你过来的，挺漂亮的。马佳丽，那她为什么要送我来呢？送你来的你的那个表姐把你的情况都跟我说了，我当时问你，你却并不记得那些事情，而且当时过来时，你没有现在这样清晰。我记得当时我问你叫什么时，你第一次回答我说你叫达尔文。哎，来打我一下。是疼的呀，我怎么感觉像梦游一样，突然多了那么多我不知道的事儿。你不知道的事情可多了。不过我觉得那个心理医生有点怪。你觉得他哪点怪？从我们进去之后，他就没有正眼看过我，而是一直盯着你看。而且从他的谈话当中，我感觉他知道我们要去找他，而且知道你要问他什么。没错，我看他的病历记录和他说的话跟我姐说的基本一样。哎，你有没有看病历记录上写那天我去看医生的时候是几点？好像是下午2点38分吧。那什么时候离开的？没看。不行，
我觉得我们还得再去看一看，再了解一下当时的情况。